你有冇試過戒糖戒澱粉質去改善健康啊？坊間咧有好多嘅減糖嘅餐單嘅。今日咧我好想同大家咧係分享呢一啲嘅餐單，同埋咧3條嘅重要嘅問題，大家需要思考咧究竟可以減幾多嘅糖嘅。你有冇試過減糖咧？減糖嘅效果係咪好啊？歡迎你喺下邊留言同我分享啊！如果你中意呢個影片嘅話咧，請俾你俾個 like 我，同埋請你訂閱營養師媽媽頻道啊！呢個頻道咧係介紹健康嘅食物同埋0至3嘅營養噶，希望一家大細都食得健康啊！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係營養師媽媽 Priscilla。近10幾年嚟咧，碳水化合物包括澱粉質啦、糖分啦，都被視為係健康嘅大敵嘅。咁所以坊間咧有好多形形色色嘅減糖餐單或者低糖餐單嘅。咁而好多嘅朋友咧有需要減肥啊，或者佢哋有糖尿病啊、脂肪肝啊，佢哋首先第一樣嘢咧就會係減糖啊、減澱粉質嘅。咁所以坊間咧一啲唔同種類嘅低糖飲食，究竟適唔適合你咧？佢哋嘅好處同埋壞處噶。呢個問題咧係非常之個人嘅。咁你究竟可以接受到你自己嗰個減糖可以減幾多呢？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分享3條大家可以考慮嘅問題咧，係去做你嘅減糖嘅計劃嘅。嗱，喺我開始之前咧，講下糖呢一隻字先。嗱，其實我哋平時咧講呢個化學上嘅名啦，碳水化合物啦，亦都係稱為糖質嘅。糖質咧包括一啲嘅澱粉質啦，即係一啲多過幾粒嘅糖分嘅粒子所組成一啲長鏈嘅，我哋叫複合碳水化合物咧。咁啊，另外一類咧就係我哋叫單糖類啦。單糖類咧係屬於一啲咧糖分嘅粒子啦，係單一粒啦、單兩粒，譬如係果糖啊、蔗糖啊，都係屬於呢一類嘅。單糖類咧的而且確咧，盡量咧係食得越少越好嘅。因為咧呢一啲單糖類咧係會被身體咧快速吸收啦，會令血糖升高啦，咁甚至長期刺激呢個胰島素分泌啦。通常單糖類高嘅食物咧，亦都係一啲嘅高升糖指數嘅食物嚟㗎。凡真係甜嘅嘢，譬如加咗蔗糖啊、黃糖、片糖、冰糖啊，所有呢啲糖啦，或者一啲糖漿啊，必定咧係需要食得越少越好嘅。咁但係我哋今日嘅問題咧，就係一啲嘅澱粉質啦、複合碳水化合物啦，究竟我哋應該係可以食幾多呢？平時我哋講嗰個酒字邊嘅糖質咧，其實係講緊碳水化合物；而米字邊呢一個嘅糖咧，其實咧係講緊一啲嘅單糖類嘅。咁我哋介紹下咧唔同程度嘅低糖或者減糖嘅餐單啦。個餐單完全係冇碳水化合物嘅0% 嘅。咁我哋咧而家外國都非常之流行啦，叫做 carnivore diet， 係一個全肉食嘅飲食嘅。糖質咧其實咧有好多食物都有嘅，蔬菜水果啦、奶類啦、穀類啦，咁呢一啲咧全部都有嘅。咁所以呢個全肉食嘅飲食咧，佢哋係淨係食一啲油類啊，同埋動物性即係肉類嘅啫。嚴格嚟講咧，佢哋所用嘅調味料咧都唔可以係有任何嘅碳水化合物。佢哋呢個攝取碳水化合物嘅水平咧係接近係0% 嘅。第二程度咧，我哋講緊係減糖嘅飲食咧，就係生酮飲食啦。生酮飲食咧係有5至10% 咧係嚟自糖質嘅，所以咧佢係佔7成至8成咧都係嚟自脂肪啊同埋蛋白質嘅。呢種嘅飲食咧，其實佢係都會食少少嘅碳水化合物嘅。咁由於佢個目標咧係要做到一個生酮嘅效果，由於身體係冇一個糖質嘅狀態咧，就迫使咧身體係去做一個消耗嗰啲脂肪咧係製造能源嘅。佢要做到生酮效果咧，佢嗰個碳水化合物嘅水平就要去到5至10% 啦。1800卡路里嘅熱量需要嘅人士嚟講咧，每日嘅熱量係嚟自糖質咧係5至10% 啦，咁即係代表咧就係22至45克糖質啦。對佢嚟講咧，其實佢所有穀類啊咁嗰啲咧都唔適合食噶啦，因為我哋講緊譬如你話1碗嘅飯啦，咁你全日淨係食1碗嘅飯，其實已經係超標咗噶啦。咁啊，意大利粉啊、麵包嗰啲亦都係唔適合啦，因為最主要嗰啲係即係高碳水化合物嘅食物嚟嘅。水果嚟講咧，一隻蕉已經係講緊20克嘅糖質啦。咁一個中型嘅蘋果或者橙啊，都係講緊15克啦。佢哋可以食嘅水果嘅種類亦都唔係好多嘅。但係咧，有某啲嘅生果，好似牛油果啦，其實一個咧有12克嘅碳水化合物啦。咁咧都係生酮飲食好多時候中意用嘅水果，因為佢會裏邊會有啲嘅健康嘅脂肪啦。咁佢糖質相對嚟講咧就會係比較係低一啲嘅。咁同埋亦都非常之飽肚啦。蔬菜嚟講咧，其實個種類亦都唔係好多嘅。一般葉菜啊、生菜啊、菜心啊，其實都係可以嘅。但係咧，根莖類啊，譬如一杯嘅紅蘿蔔啦，有12克嘅糖質啦，番薯就唔可以食噶啦。一杯嘅番薯咧講緊27克嘅。咁所以你話係咪完全唔可以食一啲高糖質嘅蔬
菜水果呢？咁又唔係嘅，不過你要計得好小心啦，咁先至可以去達到一個生酮嘅效果嘅。唔同嘅蔬菜水果嘅選擇呢，咁就唔可以話隨意咁樣去食啦。咁同埋一啲嘅穀類呢，都係完全要戒嘅。咁奶類呢，亦都係有乳糖啦，都係控制喺嗰22至45克嘅範圍之內㗎。生酮飲食咧，再上一級咧，就係一啲我哋叫低糖嘅飲食啦 ，low carb diet。咁呢一個嘅範圍咧就比較大一啲㗎啦。呢啲嘅低糖飲食咧，碳水化合物咧可以佔整體嘅熱量咧就係大概20% 至到45% 左右啦。目前咧冇一個好清晰嘅界定話去到幾多 percent 先至唔再係叫 low carb 啦。咁不過一般嚟講都係講緊起碼低過或等於50% 嘅熱量啦，係嚟自糖質啦。呢種嘅飲食咧，由於佢可以接受糖質嘅份量會多一啲，咁所以咧選擇亦都會多一啲㗎。包括咧穀類咧都可以食少量啦。咁譬如好多人咧，佢可能係食正餐，可能食半碗飯啊，或者少量嘅粉麵啊，或者可能係一片嘅包啊，咁都唔係話完全成餐係唔食飯或者穀類嘅。咁另外咧就係蔬菜水果咧嘅選擇亦都會比較係多一啲。我哋講緊健康建議啦，每日咧要食5份嘅蔬菜水果咧，咁佢呢個低糖飲食原則上咧都係好容易會做得到嘅。咁呢個咧係屬於一個比較溫和性嘅一個嘅減糖嘅餐單，因為佢個目標咧就唔係話去做到個生酮嘅效果啦，咁所以佢個糖質咧就唔需要去到太低嘅。當然啦，佢冇一個生酮效果咧，如果用嚟減肥嘅話咧，咁其實佢嗰個效果咧亦都會係比較緩慢一啲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咧，營養會係比較充足一啲嘅。咁我哋再高一級咧，就去到一個傳統嘅健康飲食嘅建議咧，就係糖質咧就係佔全日嘅熱量需要嘅55% 㗎。呢個一般咧嗰個糖質嘅建議咧，而家好多人咧都覺得係太多㗎啦。佢都會食下麵包啊，食下粉麵啊、餅乾啊，咁穀類咧其實都會係一個主糧之一嘅。咁另外亦當然會有食唔同種類嘅蔬菜水果啦。呢個傳統建議咧，其實係咪一定係過時咧？咁又未必嘅。舉個例子咧，就係傳統嘅日本嘅飲食啦。其實日本人咧，佢哋都食幾多飯嘅，咁同埋佢哋通常都係精製嘅，譬如珍珠米啊、整壽司啊、整飯啊、沖繩啊嗰啲人瑞啊，好多都食好多番薯。咁佢哋都係一啲比較係高糖質嘅飲食嘅。咁但係咧，佢哋都可以活得好健康。我嘅睇法咧，對呢個傳統嘅健康飲食嘅建議咧，就係話糖質咧好視乎咧你自己本身係咪有足夠嘅運動量去消耗嘅，會唔會食多咗糖質係令到你本身唔係咁活躍嘅生活方式咧，令你慢慢體重增加咧？即係呢個嘅糖質水平咧，對頭先我講嘅比較活躍型嘅人士嚟講咧，係需要係理想嘅。最重要咧就係呢一啲嘅糖質咧，我哋唔好淨係睇糖質，係咪一啲嘅健康嘅糖質咧？咁就包括會唔會係食嘅係糙米飯啊、全麥包啊，或者全麥嘅意大利粉啊？對去到55% 係碳水化合物嘅飲食嘅人士嚟講咧，其實就必須咧就係選擇一啲全穀，因為全穀類咧食嘅時候咧，同時間咧亦都係俾到你有纖維啦、維他命、礦物質啦，咁都有佢嘅健康嘅好處㗎。咁介紹咗唔同程度嘅糖質嘅飲食啦，咁唔知你覺得邊一樣嘢係比較適合你呢？有3條問題大家係可以問嘅，你究竟適合幾多糖質嘅餐單？你想唔想安坐家中就有註冊營養師助你達到你嘅健康目標？港營最在線營養諮詢為海外同香港嘅人士提供方便、彈性同埋省時嘅營養服務。線上嘅服務係包括 messaging 嘅支援，會面前後同營養師有更緊密嘅溝通。馬上預約你嘅免費評估啦！第一咧就係個人嘅需要啦，有冇呢個需要咧係戒咁多嘅食物咧？咁大家睇到啦，越低糖質嘅飲食咧，你需要戒嘅食物亦都會係越多嘅。咁你係咪有一個急切嘅健康需要係需要戒咁多嘅食物咧？你可唔可以做一啲比較溫和啲嘅，譬如低糖嘅飲食咧？咁就多過話一啲嘅生酮甚至去到全肉食咧。因為咧，如果你可能只係需要減幾磅啦，可能咧你係減去一啲單糖類啦，再減一啲嘅澱粉質啦。可能已經好容易地咧達到一個嘅效果㗎啦，咁咧就未必需要去到哇一嚟咧就嚟生酮飲食或者全肉嘅飲食嘅。第二條嘅問題咧就係話唔同嘅低糖飲食有陣時會係有害處同埋隱藏一啲健康嘅危機嘅。當你唔食一啲嘅糖質嘅時候咧，你係用啲咩嘅食物去取代咧？如果你係越減得多糖質嘅時候咧，你係好自然係會食多咗肉，會食多咗嘅油啦。嗰啲咧係有種健康嘅危機嘅，其實係
係有唔少人咧，咪變咗食好多嘅肉咯。人係瘦咗啦，但係咧可能係驗膽固醇啊、驗血脂嗰啲咧係非常之高嘅。咁呢啲例子咧非常之常見嘅，因為咧係一啲植物性啊幫你控制膽固醇啊，俾你飽感嘅，譬如蔬菜水果嗰啲係冇啊嘛，纖維又冇啊嘛，好多咧有陣時都會有一啲譬如腸道嘅問題啊，咁同埋咧亦都需要咧好多時候咧係要用一啲嘅補充劑咧係補充翻冇食嘅食物嘅營養嘅，因為冇可能喺淨係肉同埋油嗰度咧係攞足夠嘅維他命同埋礦物質一啲微量嘅元素噶嘛。其實長期咧進行一個生酮飲食咧，咁就有可能會有第啲嘅問題，咁包括一啲嘅腎石啊咁嗰啲問題，咁嗰啲風險咧都不能忽視嘅。咁第三條問題啦，就係你呢個飲食嘅餐單咧，會唔會係影響你嘅生活質素咧？咁我講生活質素，除咗係你可唔可以自由地係選擇唔同種類嘅食物以外咧，你可唔可以係同你屋企人咧咁樣去一齊食飯都係可以食得到嘅啦？因為你可能出街食飯啊，都未必會係做到一個話完全冇糖質啊嘅一個嘅飲食嘅，咁變咗咧係有機會咧係影響到同屋企人啊社交上面一個接觸嘅。不過生活質素呢一樣嘢咧，個個人都唔一樣嘅。有啲人咧可能會覺得唔需要出街食飯嘅，最緊要係達標嘅。一個飲食咧最緊要係可以長期維持，你都係覺得好自然同埋唔係太刻意嘅。咁嗰個就係一個適合你嘅飲食嘅方法啦。講到最尾啦，人人嘅健康嘅需要唔一樣啦，口味啊同埋生活習慣都唔一樣嘅。如果你減糖嘅話咧，咁你可以溫和咁樣用一個低糖嘅飲食啦。其實我都最推薦咧都係低糖飲食嘅。咁同埋咧，因為佢係多種類嘅食物咧，都會係包含得到，佢亦都唔會令到你咧係冇咗好多嘅即係健康嘅選擇啦。今日嘅分享就到呢一度。你有冇一啲三高嘅問題咧？如果你想下載一啲嘅降三高嘅健康餐單嘅話咧，歡迎你喺下邊說明文嘅鏈接嗰度下載啊！多謝大家收睇，拜拜。